星汉灿烂下部月升沧海正在热播中。如果说太子喜爱凌不疑是因为他可以帮助自己稳固住储君之位的话，那三皇子对凌不疑的喜爱并不是只是因为他能够帮助自己夺得储君之位，而是他真的欣赏凌不疑。其实太子救凌不疑是个美丽的误会。当时凌不疑入宫没多久，就孤身一人在池子里学习闭气，谁知太子刚好路过，误以为凌不疑落水了，就把凌不疑从水上拉了上来。皇帝知道后对太子好一顿夸赞，一会儿说太子勇气可嘉，一会儿说太子是个好兄长。凌不疑一看气氛都被烘托到这里了，他要是否认那就太扫兴了，所以就选择不说。其实真正对凌不疑有救命之恩的人是三皇子。当年凌不疑刚入宫没多久，还是其他皇子公主比较讨厌的对象。大冬天的他不小心掉入了水里，刚好三皇子路过救了他。寒冬腊月，寒水刺骨，三皇子救了人之后就发了一上高烧，凌不疑也病了好几天。但因为发生意外的地方比较偏僻，凌不疑和三皇子都不喜欢说话，所以除了他俩其他人都不知道，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但这件事后，凌不疑和三皇子的感情也好了起来，之间的联系也就越来越多。那个可以大义灭亲告发自己亲妹妹的三皇子，就可以为了一个人拼尽全力，那个人就是凌不疑。在祭拜霍家的寿宴上，三公主不尊敬霍家，在丧服里穿华丽的服饰，被程少商拆穿后还死不悔改。面对这样对待凌不疑亲人的妹妹，三皇子直接来了个大义灭亲，他指出三皇子私交假币，闻听大怒，惩罚三公主面壁思过，不要踏足皇宫半步。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为何凌不疑要帮助三皇子争夺储君之位。因为三皇子和太子不同，太子妇人之仁，偏袒重用那些无才无德之人，三皇子却从不偏袒任何人，凡事都以国家利益为先，所以三皇子才是能够坐上皇位之人。三皇子对凌不疑的喜爱都藏在细节里。在凌不疑旧伤复发时，只有三皇子想着要去看他。在宴会上，五皇子调戏程少商时，他知道凌不疑喜欢程少商，所以他教训了五皇子。在程少商当众拒绝凌不疑时，用言语训斥程少商敢拒绝凌不疑，看似句句都在训斥，实则是为了让凌不疑抱得美人归。这2日，老三毫不避嫌地东奔西跑，走廷尉、审君族，闯王府、避书族，更在御前不管不顾地替子胜说话，不知惹下了多少闲言碎语。说老三与子胜早有勾结，可是我知道，看在有心人眼里，这样的君上才是好君上。换做我也愿意为老三这样的主君豁出命去。这是文帝的原话。凌不疑为了报霍家家仇，杀害林家满门之后，三皇子为了凌不疑不惜暴露跟他的关系，为他东奔西跑，走廷尉、审君族，闯王府、避书族，更是在御前不管不顾地听凌不疑说话。明明可以像棋子一样不管不顾，三皇子却一点也不在乎别人的闲言碎语，一定要保住凌不疑。甚至凌不疑被发配边疆后，对他关怀备至，时不时送他物品，生怕他在边疆过得不好。凌不疑也是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人人都只看到现在的凌不疑威风凛凛的样子，只有三皇子会为他小时候受欺负的样子感到心疼，会替他说话。这样的三皇子谁能不爱呢？